嘿，大家伙早喽！9月10号星期天，周末哈，第一个训练日。这个训练周期是这么安排：周日、周一、周二、周三4天，周三是集体的强度课。看今儿穿了这么一身衣裳，我都忘了这是哪年的了。昨天晚上拆封的，从来没拆开过。不知道有没有知道这是哪年的小伙伴，可以发个弹幕。稍微有点紧，这个是这样，你看，这已经到这儿了，然后这个开叉这儿也特别的低，但是呢，胸围稍微差一点。我不是那种很适合跑长距离耐力项目的身材，可能只有身高是，身材不是，没办法。那天老哥说了一句特别对，说：“哎，看我穿上有袖的 T 恤显得特瘦。”但是穿上这种 T 恤，这种跑步背心儿就不显。今天跑一个小强度，一会儿热身完毕是3个10分钟，3个10分钟跑有氧的最快速度吧，可能左右。手表设置的是3分43到4分03，20秒的区间，中间间隔2分钟慢跑，不知道能跑到多少，但是会留2成的力。因为明天跟后天还有约，明天后天白天都有事儿。又增加了一场比赛，这段时间大家就和我一起，我们努力准备几场半程马拉松的比赛。昨天上午10点，大阪半程马拉松开始报名，先到先得，6000个名额。我报上了，明年的1月28号，那时候应该还在。之后跑完就应该回北京了，春节。半程马拉松的挑战其实对我来说比全程马拉松大，因为全程马拉松其实你想跑进2小时50，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。为什么认真准备呢？是因为大阪这场半程马拉松是偏竞技项目，就是他好像连有线的耳机都不让戴。然后在2022年1月1号之后，有1小时20以内半程马拉松成绩的，可以在 A 区出发。那我没有，所以呢，这个月底下个月中的比赛，至少要跑进1小时20。他提交成绩的最后时间是11月10号，这还是比较人性，并不是现在马上就提交。石川先生也在为了这场比赛训练。为什么说半马难呢？一会儿咱们再聊。我这手举着已经有些劳累了。加油干，加油干！我设置的热身是手动开表，就摁一下击圈键就开始第一组。为什么说半马难呢？就是因为它会真的挑战你的极限，速度的极限。这就像之前我说亚索800，在普通人里不是很有代表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对于太慢的选手，比方说您计划用4个小时的全程马拉松去测试亚索800，那就是4分钟跑一个800米，这个配速太慢，就是它不足以靠800米就能评估你的耐力。10个800米啊，如果像我现在以2小时40为目标，
其实我是能摸到2.40的门槛的，我觉得，就肯定不是很稳，大概有4、5成的把握。但是呢，如果以这个成绩去跑亚索800，那我要3分20的配速。3分20的配速对我来说又太难。我相信不光是对我，对很多其实能跑进240，将将进240的小伙伴，这个配速也不慢了，就是它是在正态分布的边缘。我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？一会儿5公里的时候就开始第一个10分钟，我会稍微的不会很快的今天，因为要留一些体力。其实今天跑这种课就是有些冒险的，试试看吧。5公里的响了，准备了。好，3、2、1，走！用 GPS， 它配速的反应就会相对的慢几秒。差不多就这个速度吧，但是其实就这种速度不好控制的，就是你还能快，而且呢又不是那种很轻松的慢跑，就是你又使劲儿了。像半程马拉松的比赛，就是几乎全程不能留余力，这个挑战巨大。而全程马拉松的比赛其实始终是留有余力的。但今天这种训练有什么目的呢？其实就是慢慢的找回速度感，因为只靠1周1次的强度课不一定行。感觉还行哈。Pace 3的系统今天早上更新了，也可能是昨天更的，我今天刷到的。它支持 WiFi 以后更新特快了，就。那你点更新的时候会问你是 WiFi 快速更新还是蓝牙慢速更新？因为蓝牙就是把固件下到手机里，靠蓝牙发给手表，蓝牙连接带宽是有限的。上一期我说Pace 3在这边有货了，我看也有小伙伴不开心，说国内还买不到第2批。我奉行的小原则是，就对我自己啊，就是啥事儿换位思考。您想，您如果是厂商，您肯定也希望先让全世界更多的人用到您的东西再说，对不对？要不然宣传不就凉了吗？
当然了，我也会用您的心态换位思考。每个人都是这个大时代中很渺小的一个个体，面对各种不顺心的事儿的时候，对别人可能是70亿分之一，就对全世界，对您来说可能就是100%。那怎么办呢？所以我选择马拉松。马拉松几乎就是努力就有回报，是一个勤能补拙的事情。我总说，这个世界上还允许有勤能补拙的事情，那是多么不易呀，对吧？你们看屏幕往下晃那一下，就是我在看表，因为我觉得我刚才跑得有点快。还有不到5分钟了。戴帽子这位小伙，挥手这位，就是那天3分37配速6公里，我们大概4个人一起冲的线。我石川先生，他还有跑团的另外一位也跑得特别快的小伙伴。本田先生好像出差去了。但是他们几乎不管去哪儿出差，周3都会发挥照片和运动记录，用大家一样的课表。我其实也挺喘的，这样跑这样说话，只能说可能收音效果还行。其实石川先生也挺喘的，那天他全程就在我左边，没有不喘的，就是人家能喘多长时间，我能喘多长时间的问题。还有3分钟，我接个 BGM， 咱们结束这一组吧。
正合适啊，心率170，现在还有10秒多。可以，3分47的平均配速，完成计划。我的计划是3分50，而且今天这种3组，就我这种情况的训练，您不需要严格按照说最后一组一定要特别快或者怎么样，就在范围内完成就行了。3分47。跑全程马拉松很快了，跑全程马拉松就破240了。当然还要再快1到2秒吧。有小伙伴说，为什么到比赛要快一点？因为您不可能跑一个准确的距离啊，您肯定绕远了。就算不绕远，你应该也要手表也会多记，因为所有 GPS 手表几乎都只会多记，除非是特别多的180度折返，那是很极限的情况，或者都是小的转圈。正常城市比赛靠 GPS， 它记录的距离应该会比你实际跑的距离，一场全程马拉松大概要多，表现好一点也得小几百米。那你看手表的配速就不行，对吧？当然，我这个空旷的地方，手表的配速应该很准的。只有刚才那个折返反而会吞距离，因为它很难在我折返的一瞬间有一个打点。还有14秒就下一组了，那我们训练完再见吧，加油干，加油干！哎，9月10号星期日清晨7点02训练结束啊。今天一共还是跑了21公里。就是一个半程马拉松，21.1公里，1小时37，平均配速是4分37。今天是一个接近阈值的训练，所以看平均配速意义不大。最快单圈是345，最慢是437，平均心率149。为什么平均心率低呢？是因为跑完那个课表以后，我后边就慢了。我们还是拿着走吧，这儿蚊子太多了。今天的课表是热身我大概是5公里多一点点，之后呢是3个10分钟，中间间隔2分钟慢跑，3个10分钟不跑到全力以赴，就不会跑到最大摄氧量，就跑到几乎的有氧和无氧的边界的那个状态。我第一个10分钟跑了3分47的平均配速，第二个10分钟3分48，第三个10分钟3分45。算是顺利的完成了计划。今天计划就是不能太冲。其实对我来说3分45，如果我能是在有氧的边缘，就是不要过多的有乳酸堆积，就不要过多的有乳酸堆积的话，那我2小时40的目标就实现了。因为对我现在来说，我不应该太多去考虑后程的调速，因为我会用其他的训练手段，比方说多跑速度耐力等去解决调速的问题。但是平均配速是不能打折扣的，就是如果想跑2小时40，就必须是3分45，至少是3分45，这样在一个42公里的比赛中，再加上你多跑的或者各种意外，你才有机会。就是这样。所以为什么半程马拉松难呢？今天主要的话题就是半程马拉松难，因为半程马拉松容错的空间太小了，基本上就是你就要全力以赴全程去冲，然后呢，并且尽量的不要跑太多的冤枉路，所有地方走切线呀等等，是不是？而大多数我们能参加的半程马拉松是不会有蓝线的。我参加过的比赛有蓝线的只有波士顿、柏林，还有哪儿呢？有的不是全程有，不记得了。而且就是你一看有蓝线，你就会发现好些时候是违背自己的这个就是第一感觉的。尤其是柏林的时候，我觉得那蓝线不是最近的呀，但是其实它就是最近的，这就特别有意思。所以比赛中多跑是不可避免的。我现在的目标就是9月30号的那场比赛全力以赴跑 PB。
然后10月15号的东京半程马拉松，跑一个不错的比赛体验，但是肯定会保证要在1小时20之内，这样的话我才可以稳定的拿到 A 组的出发，就是大阪的。大阪的那个马拉松好像是，就我不太懂啊，如果懂的小伙伴可以在弹幕里说一下。它是一个很偏竞技性的一个比赛，好像是就挺厉害的那种，努力试试看是不是？那好吧，今天又是陪伴大家努力训练的一天。就如前几期我说的，进入这个月，尤其是10号以后，我会很努力的多做一些速度和速度耐力的训练。那我们就一起努力准备秋天的这个赛季，好吗？那我们就这么着，大家加油干，咱们明天见。